有人说，在数亿年前，地球上存在着比现在更为先进的远古文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文明在诞生与灭亡中不断循环。我们都知道，任何文明都不可能永恒存在。那么，我们真的就是地球上的第一个文明吗？地球已经有46亿年的历史，而我们最早的人类祖先南方古猿在大约300万年前才出现的。这听上去很久远，但其实这是在地球诞生后的第45亿9700万年才发生的事。在这漫长的几十亿年里，真的只有我们人类是唯一的智慧生命吗？1994年，在土耳其东南部海拔800米的一座小山山顶，发现了一处令人震惊的遗迹，它彻底颠覆了现有的人类历史认知。这个遗迹名为哥贝克利什镇。2018年，它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直到现在，学术界仍在不断争论这个遗迹的起源。哥贝克利什镇大约建于12000年前，也就是说，它是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发现所有遗迹中最为古老的建筑。但这在常理上却说不通，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中，12000年前是最后一次冰河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旧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存在这样的建筑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这仅仅一根石柱的重量平均就达到20吨，最重的可达50吨。要搬运和树立这样的石柱，至少需要500人的劳动力。在12000年前，有500人协同工作，这意味着当时一定有人指挥和组织这项工作。但在旧石器时代，并不存在有组织的阶级体系，那时人们还过着采集的生活，最多也就是以10几个人的家庭为单位四处迁徙生活。咱们可以暂且不提建造方式，先来说说它的用途。从照片上看，它是圆形的，便于人们聚集。而且每块巨大的石头上都刻有动物图案。此外，在这个建筑周围没有发现人类居住的痕迹，也就是说，这里不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而是为了某种特定活动而建造的场所。那么这很可能就是一个远古神庙。如果动物图案代表着祭拜的对象，那么刻有这些祭拜对象的巨大石柱很可能就是祭祀的场所，因此学术界也将其称为哥贝克利什镇神庙。可是要建造神庙，首先必须要有宗教的存在，而要有宗教，人们就必须先聚居形成村落。而正如我前面所说，旧石器时代并没有村落，当时人们还在四处寻找食物，过着迁徙生活。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你知道为什么要把石器时代分为新旧2个阶段吗？原因就是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的转折点，农业开始兴起，随着农业的诞生，人们开始定居生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村落。在村落中，宗教就应运而生，神庙也随之出现。随着聚集人口增长，一个城市逐渐形成，进而发展成为国家，这是以往的历史发展理论。农业的诞生和定居生活可以说是人类的转折点。然而在旧石器时代出现这样的神庙，这意味着我们迄今为止所确立的人类历史瞬间被全盘否定。但这还不是全部，我们仔细观察石柱上的雕刻图案，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们也可以说是雕刻的相当精美，但在当时使用石斧的旧石器时代，怎么可能做出如此精细的雕刻呢？遗迹的制作年代神秘也就罢了，且规模似乎也并不小。相比之下，英国的巨石阵和韩国的知石墓虽然看起来更为壮观，但是哥贝克利什镇比他们早了整整9000年。这9000年的差距几乎相当于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到2024年的时间跨度。1994年，哥贝克利什镇是在地下被发现的，显然是被人有意掩埋的。然而被掩埋的原因我们无从而知，但可以猜测是有人想要废弃它或者隐藏它。据说目前遗迹的挖掘进度还不到整体的10%，大部分仍埋在地下。考古专家估计，如果要将所有建筑全部挖掘出来，还需要80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地下可能还存在比12000年前更加古老的建筑。2017年3月15日，考古学家伊斯梅博士在调查位于德拉戈斯地区南部的一个悬崖洞穴时，偶然发现了一块非常奇怪的石头。神奇的是，在石头的左右两侧有许多类似铁丝的东西密密麻麻地附着在上面，用手轻轻一摸就会碎掉，其形状就像是现代的变压器，看起来非常怪异。伊斯梅看到这个不寻常物体的样子后，他立刻带着石头前往科索沃国立博物馆，委托对物体进行详细分析。大约3个月后，他从博物馆馆长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研究结果。物体的年代测定结果显示，这个东西的制作时间竟然是2万年前。那么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个物体，它高约35厘米，呈八角形，形状规则且具有几何形状，乍一看就像普通的鹅卵石，但在这个物体内部竟然内置了铜制的电磁线圈。线圈不是简单的嵌在石头里，而是完全嵌入在石头内部，很可能是通过融化石头制作的，并且线圈之间还有一种在天然化学元素中找不到的特殊成分。假如这真的是一个变压器，那么石头可能起到了与水和湿气隔绝的另一种绝缘体的作用。此外，在物体的下方还有4个对称排列的洞，这看起来非常像现代的3相插座。但是从常理上讲，2万年
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存在这样的变压器，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人认为铜线圈不可能保存2万年，所以这肯定是一个骗局。也有人认为这个铜线呈现绿色和黑色的光泽，这意味着它已经被氧化了很长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变压器古老到我们无法想象。但是目前对于这个神似变压器的石头，其起源的秘密仍然是一个谜。1969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化石地形。当时百老汇122街的建筑工人偶然在地下1米处发现了一块看起来像现代瓷砖地板的奇特地板。这时工人感到这块地形非同一般，便立刻向上级报告。当时的建筑主管为了对这片瓷砖进行调查，就将此事告知了报社。于是同年6月27日，这个消息通过俄克拉荷马州当地报社《俄克拉荷马人》首次向世界公布。一时间，这个巨大不明身份的瓷砖地板引起了公众的热烈反应。阴谋论者和研究学者们也分成了2派，在人造物和自然物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一些感兴趣的学者亲自前往该地区进行研究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这个看起来像瓷砖地板的石头的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众所周知，20万年前是我们人类的祖先直立人刚刚诞生的时候。从常理上讲，直立人在地上铺设高度复杂的瓷砖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瓷砖物是自然形成的。但问题是，当时有直接参与研究的人分析认为，这些瓷砖更接近人造物，而不是自然物。根据俄克拉荷马州地质学家杜德费特的说法，瓷砖的石头都由巨大的钻石形状组成，并且所有石头都被精确切割过。这种钻石形状的对称结构以及为此交叉的完美平行线，是一种难以被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结构，所以很可能是人造物。费特还声称，这些瓷砖很可能是数十万年前高度发达的远古文明或远古时期访问地球的外星文明的遗迹。虽然这种观点听起来很扯，但当时担任俄克拉荷马州的地球物理学会会长德尔伯特也并未反驳费特博士的观点。1996年，作家白鱼在青海白宫山探险途中发现了一些神秘的铁管。此后，许多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科学家纷纷前往青海的白宫山进行考察和研究，发现白宫山内的铁管从手臂粗细到手指粗细，各种各样形状的，在山洞各处随处可见。后来有研究团队对其进行了分析，结果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铁管的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万年前。铁管由60%左右的氧化铁以及其他氧化钾、二氧化硅等组成，其氧化时间至少已经过去了15万年以上，而我们人类开始使用铁不过是2500年前的事情。15万年前，也就是直立人刚刚出现的旧石器时代。如果假设这些铁管是人造物，那么这真的只能被认为是远古文明或外星人的所作所为。但如果认为这些铁管是自然产生的，又会产生另一个疑问：如果这是地质上自然产生的现象，为什么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类似的铁管现象呢？因此，学术界对这些铁管究竟是人造物还是自然物仍存在争议，至今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1965年，在美国犹他州安第洛普地区发现了一块非常奇特的化石。当时业余收藏家威廉麦斯特在劈开石头寻找化石的过程中，偶然在其中发现了人类脚印。这个脚印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故意印上去的，长27厘米，宽约10厘米。这块化石的年代属于寒武纪惠勒地层，至少有5亿年以上的历史。你可能会怀疑是不是年代测错了，然而并没有。这块化石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脚印，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脚印下面还有2个三叶虫化石。这种三叶虫活跃在6亿年前，约2亿7千万年前在地球上灭绝。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个脚印是某种生命的痕迹，那么就意味着至少在5亿年前有人在这片土地上行走过，而且考虑到还穿着鞋子，那就更有可能存在一个相对发达的文明。这块化石通过犹他州当地报纸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听到这个消息的地质学家伯迪克博士为了进行调查，亲自前往了化石最初被发现的地方。在那里，他在调查过程中意外有了新的收获。他在附近地区又发现了一个估计是儿童大小的约15厘米长的脚印化石。伯迪克博士说，虽然这个化石中没有嵌入三叶虫，但在同一地层的其他石头中可以确认有三叶虫。这种超出常理的事情必然会迎来诸多质疑。有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5亿年前才刚刚开始出现多细胞生物，在脊椎动物还未进化之前就有能行走的生物，这是说不通的。他们认为这并非真正的人类鞋印，而是一种经过长时间自然地质过程形成的假象。2001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斯蒂芬维尔地区也发现了一块非常奇怪的化石。
上面同时印有人类和恐龙的脚印。当时是考古学家埃尔维斯·德尔克在调查布拉索斯河的白垩纪地层时偶然发现了它。仔细观察这块化石，可以看到恐龙的脚印压在人类脚印之上，人类脚印的脚底中央部分的泥土被稍微挤到了旁边，这意味着人类脚印是先形成的。这种发现无疑是十分炸裂的。德尔克将这块石头搬到自己的研究室，与同事詹姆斯·毕晓普一起对化石进行共同研究。但除了推测脚印的主人可能是高级龙之外，也没有取得其他更多的成果。最终，德尔克决定为了更顺利地进行调查，将这块化石以低价卖给了著名的化石收藏家卡尔博士。卡尔购买后，为了确认石头内部情况，前往附近的医疗机构对化石进行了 X 射线和 CT 扫描。结果令人震惊的是，在大约800张 X 射线照片中，可以看到脚印表面下有清晰的轮廓线，这意味着脚印形成实验室内部存在密度变化。同时，这也是证明化石不是伪造的证据。他声称，在 X 射线上看到的白色和黑色边界是绝对不可能在假化石上出现的现象。但尽管如此，许多学者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医用的 CT 扫描使用的能量数太低，无法拍摄石灰岩，从而这些 CT 照片并不能为真实性作为佐证。即便化石是真实的，恐龙的脚印也是真实的，但上面的类人脚印具体是什么生物留下的，依然有待商榷。2020年5月19日，在南极发现了一块奇特的化石。当时是一家名为 Trans 的加拿大媒体在探索南极惠特莫尔山脉时偶然发现了它。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微型人类的化石，因为南极是一个温度极低、非常偏远且绝对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这个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在各种互联网社区中，人们对这个化石是否是人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最令人惊讶的是这块化石的年龄。根据阿尔伯塔地质研究所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这块化石的估计年代在6亿至7亿年前，这比目前发现的任何脊椎动物都要古老，甚至比在陆地上发现的任何生物都要久远。已知地球上最早的脊椎动物是5亿2千万年前诞生的昆明鱼，而这次发现的化石比昆明鱼还要早了数千万年，而且其形态更加复杂，甚至与人类相似。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块化石，它的大小与大约7个硬币的长度相似。如果以1元硬币的直径为基准，它大约为17.5厘米。考虑到它弯曲的姿势，看起来总长在30厘米左右。剑桥大学的曼利博士说，从骨头的形状和骨骼结构来看，这不是普通的灵长类动物，可能是一种与人类相似的复杂脊椎动物。但是有生物学家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有人表示，即使这是一种与人类相似的动物，但在当时的前寒武纪时代，也绝对没有适合它们食用和生存的食物，因为像人类这样的高等生物，不可能仅靠食用蕨类植物或水母等简单生物生存的。考虑到化石的年龄，用我们已有的历史还无法完全解释，因此有阴谋论者声称，这可能是远古时期访问地球的外星文明的遗迹。但是化石的发现者 Trans 却说，这上面的骨头来自地外文明的可能性极低。人们在遇到无法理解的现象时，反应总是多样化。有人说，浩瀚南极冰盖下隐藏着什么，谁也不知道。即使真的有远古文明的遗迹或非常小的人类化石，也不足为奇。目前这块身份不明的化石被收藏在华盛顿国立古代研究所，其秘密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以上讲到的几个考古和化石发现，尽管有些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和产生诸多联想，但现在主流科学界始终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地球上曾存在过比现代人类更为古老的智慧文明。这些神秘的遗迹和化石就像是地球的时光碎片，似乎在提醒我们，历史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揭开地球几十亿年里所有的秘密，从而改变我们对文明和历史的理解。